220亿美元，请死死记住这个数字，这是刚刚过去的短短几周内真实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疯狂资金异动。当你每天都在盯着屏幕上那些热门科技股的红绿闪烁，当你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听着那些所谓的专家告诉你闭着眼睛买入，牛市永远不会结束的鬼话时，冰冷的数据却在无情地打着所有人的脸。就在无数散户高喊着买入跌幅，无脑冲锋股市的这一刻，一股高达220亿美元的超级巨资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头也不回地砸向了极度保守的货币市场 ETF。 这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每天几百几千块钱定投能砸出来的水花，这种级别的资金体量，这种快准狠的撤离姿态，只有真正的超级主力、华尔街顶级巨头以及那些手握巨大财富的知情者才能做到。你在前方满仓冲锋，替他们接盘，他们却在后方疯狂套现，囤积现金保命。你以为大家都在开一场狂欢派对，却不知道真正的主人早就悄悄锁死了大门，并且给自己穿上了最高级别的防弹衣。这不仅是认知上的巨大撕裂，更是下一次大规模财富转移前夜最刺眼的极端警报。如果你现在的账户里依然是满仓满容，如果你依然觉得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交易日，那么接下来的每一分钟你都必须竖起耳朵听好，因为我要向你揭开的是这波反共识的资金大洗牌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深层逻辑。我会带你彻底看透为什么主力要在这个看似烈火烹油的繁荣时刻选择战略性大撤退。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刚才提到的这组恐怖数据。就在最近，全美货币市场基金的总规模已经一路飙升到了极其夸张的 7.8 万亿美元的历史天量。而且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1个月时间里，某只带有极强避险属性的超短期美债 ETF 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疯狂吸筹220亿美元，创下了 ETF 历史上最惊人的单月资金涌入记录之一。这220亿美元不仅代表着庞大的购买力，它更是一张极其明确的机构避险投票纸。与此同时，散户在干什么呢？散户正在为了省下哪怕 0.0 几个百分点的管理费，将大量资金从传统的老牌标普500指数基金里抽出来，然后立刻又满仓塞进另一只费率更便宜的标普500指数基金里。散户的眼里只有怎么把买股票的成本降到最低，满脑子都是如何把资金利用率拉满，生怕错过明天大盘的一丁点上涨。但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巨鳄们，他们的视角和你完全相反。很多人会天真的以为资金疯狂涌入货币市场基金只是因为现在的短期利率相对较高，大家只是去吃个无风险的利息罢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华尔街这群顶级玩家了。追求那 5% 左右的年化收益，对于手握1000亿资金的巨头来说，根本不足以让他们冒着错过股市暴涨的风险去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仓。他们之所以宁愿放弃股市里唾手可得的利润，也要把海量资金转换成随时可以变现的流动性资产，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利息，而是为了买一张能够在未来的超级大风暴中生存下来的末日船票。接下来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要抛开那些每天充斥在财经新闻里的表面利好，直接去拆解这些大资金的真实意图。新闻里天天都在给你洗脑，告诉你通胀已经降温，告诉你经济实现了完美的软着陆，告诉你人工智能的革命将推动企业盈利无限增长。他们让散户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确定性的黄金时代。散户看了这些新闻，情绪高涨，四处筹钱买入股票，生怕自己被时代抛弃。但是在散户狂热买入的同一秒钟，机构实际上在偷偷干什么？他们在玩一出极其高明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机构绝对不会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卖出，因为那时候根本卖不上好价钱，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流动性让他们手里那些庞大的筹码全身而退。他们唯一能顺利逃离的时机就是现在，就是当散户的情绪被点燃到最高潮，当所有人都认为市场绝对安全的时候，主力资金正在利用散户的贪婪，有条不紊地将手里那些高估值的风险资产换成真金白银。这220亿美元的疯狂涌入，就是他们完成套现后将资金安全停泊的避风港。他们不仅在撤离，他们还在为下一次的残酷洗盘做着精密的算计。为什么他们要把钱放在可以当天结算、一天有多个净值报价的极高流动性货币市场 ETF 里，而不是去买那些需要锁定更长时间的长期国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极端流动性的渴望。华尔街的巨头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当黑天鹅真正降临，当市场的高楼大厦开始无序崩塌的时候，资产的价格会在瞬间发生雪崩。在那短短的几天甚至几个小时里，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风险资产都会面临绝望的无差别抛售。而在这个流动性彻底枯竭的至暗时刻，谁手里拥有绝对的现金，谁就拥有了在这个市场上如同神一般的话语权。这就是大资金深藏不露的底牌。他们现在的退却绝不是因为他们金盆洗手不再贪婪了，恰恰相反，他们是在为未来那场史诗级的抄底囤积极其可怕的弹药。当散户在暴跌中绝望地看着账户腰斩，面临追加保证金的强制平仓时，这些早早躲进货币市场 ETF 的巨无霸资金就会以救世主的姿态重新冲入战场。他们会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把散户不得不抛售的核心资产全部收走。你以为他们是在保命，其实他们是在磨刀。他们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极其恐怖的买点，一个建立在无数普通投资者恐慌割肉基础上的完美买点。你必须要明白，在这个极其残酷的金融博弈中，普通人最大的劣势根本不是信息不够快，也不是资金不够多，而是对于周期和风险的感知能力被彻底扭曲了。长期的多头市场让绝大多数人产生了一种致命的幻觉，认为只要跌了就买，只要持有就一定会回本。这种被后天训练出来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在正常的震荡市里或许能让你赚点小钱，但在真正的大级别洗盘面前，这就是通向深渊的直通车。让我们再往深处推演一层，去彻底看清这场局的残酷性。这笔220亿美元的资金异动仅仅只是庞大冰山的一角。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去看看整个宏观经济的棋局，你会发现这种反共识的资金大洗牌其实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结构性断裂信号。在这个市场上，资金的流向永远是最诚实的。政客和分析师嘴上说的可以全是安抚人心的鬼话，但真金白银的去向绝对不会撒谎。当整个市场上最聪明、消息最灵通、跑得最快的一波人开始集体放弃对未来经济高增长的幻想，转而寻求最极致的安全和流动性时，这说明在他们那极其复杂的量化模型和压力测试中，系统内部已经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裂痕。这个裂痕可能来自迟迟无法真正落地的科技巨头盈利预期，可能来自高利率环境下已经不堪重负的隐性债务链条，也可能来自那些我们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隐藏在庞大影子银行和衍生品市场深处的杠杆地雷。巨头们不需要向公众解释他们为什么跑，他们只需要在雪崩发生前悄悄走到出口处，并且把大门反锁上。而那些依然沉浸在财富自由美梦中的散户，不仅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反而还在为了抢夺大厅中央那些看似美味的蛋糕而疯狂加杠杆。这就引出了一个被绝大多数散户彻底忽略的残酷真相。在这个看似公平的交易市场里，其实存在着两套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则。对于散户来说，生存的法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对抗通货膨胀，是寻找下一个能翻10倍的超级牛股。但是对于华尔街的顶级机构来说，他们在这个周期阶段的生存法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绝对掌控流动性。在经济扩张周期的末端，账面利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需要钱的时候，你能随时随地拿得出巨额的真金白银。这看似保守退让的策略，实际上是最高级别的攻击手段。因为当潮水退去，当所有的资产都因为缺乏流动性而疯狂打折，甚至连卖都卖不出去的时候，现金就是唯一的王。谁掌握了绝对的现金，谁就拥有了重新定价整个世界资产的终极权利。所以当我们看到220亿美元巨资疯狂涌入货币 ETF 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变动，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资本大撤退，是一场明码标价的风险转移。巨头们正在利用他们庞大的体量和舆论优势，把处于历史最高位的风险资产极其平滑、极其隐蔽地派发给那些因为害怕错过而失去理智的普通投资者。他们在用散户的钱为自己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然后躲在墙后冷冷地看着外面的狂欢走向终结。面对这样一场力量极其悬殊的隐形洗盘，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你此刻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强烈的焦虑、不安，甚至是一丝愤怒。你可能会觉得被市场欺骗了，被那些永远看多的媒体误导了。这种情绪极其正常，你不必为此感到自责。人类的本能就是追逐确定性和安全感，而看着别人在股市里天天晒单赚钱，自己却要面对可能到来的重估风险，这种错失恐惧症是极其痛苦的。这是人性的弱点，而华尔街的高频交易模型和大数据算法正是建立在极其精准的收割这些人性弱点之上的。他们太知道怎么勾起你的贪婪，也太知道怎么榨干你的最后一滴价值。但是请你现在深呼吸，恐慌和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从现在这一秒开始，
你必须强行掐断自己那种盲目冲锋的情绪，重新极其冷静地审视你的资产负债表。你必须要问自己一个极其刺骨的问题：如果明天市场突然发生 20% 甚至是 30% 的剧烈回撤，你手里的现金储备足够让你在不忍痛割肉核心资产的前提下撑过这段最黑暗的时期吗？更致命的是，你还有没有多余的子弹去和那些华尔街巨头一起在市场的废墟中捡拾那些极其廉价的优质资产？如果你现在的仓位重到让你晚上睡不着觉，那么你现在最应该做的绝对不是去猜测大盘明天还会不会再创新高，也不是去寻找下一个能够逆势拉升的神奇代码。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立刻向那些最聪明的资金看齐，强行逼迫自己降低杠杆，坚决提高账户中的现金和防守型资产比例。不要去在乎短期内开做的会少赚几个点，更不要觉得拿着现金是一种耻辱或者愚蠢。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变局前夜，短期的隐忍、踏空和痛苦，就是你为了在未来的大清洗中活下来，并且最终走向真正暴富所必须缴纳的入场费。只有保住本金，只有在别人被迫斩仓抛售的时候，你手里还有能够开火的弹药，你才有资格在这场残酷的资本游戏中笑到最后，完成你人生的阶层跃迁。千万不要成为那个在牛市顶点替主力站岗吹风，在熊市底部又把低价筹码拱手让人的悲惨代价。财富的重新分配往往只发生在那么几个极其短暂的极端时刻，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像猎手一样，在草丛中极其安静的潜伏，积蓄力量，死死盯住猎物，等待那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出击时刻。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内容真正刺痛了你，并且让你彻底看到了市场繁荣表象之下那层冰冷的底层逻辑，请立刻订阅这个频道，点赞这期视频，并且务必开启小铃铛。因为在这个越来越疯狂、越来越不按常理出牌的市场里，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用最冷酷但最真实的逻辑，帮你提前避开那些足以致命的深坑。同时，我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在这个机构疯狂套现、散户狂热冲锋的极端撕裂时刻，你现在最关注的核心变量是什么？或者你目前用来防守保命的底牌资产到底是什么？我会持续帮你整理和追踪这些关键信息。我们下期见。